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现在中国是在过国庆节，那么就有这么两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都是一些现象。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首先是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前面有5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包括在北京的天安门都是人满为患。你不能说在现场的所有中国人都是政府组织起来的，但是你可以说现场的所有人都是从小接受到洗脑教育的，他们自发的从心底爱这个党国，但是殊不知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把他们的个人自由跟权利看在眼里，这个国家的拥有者只是少数的当权者而已，人民是毫无权利的。你爱这个国家，但是你却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人权，这个国家值得你爱吗？什么时候这个国家不再是党国，你再去爱也来得及 OK， 否则的话，当这个党国去欺压你，去剥削你的时候，你还去爱他，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为了一个集体主义的理想，或者说是共产党所编造出来的一个让你们去热爱的，让你们去支持的那样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么这不是炮灰，不是韭菜，又是什么呢？而且最可笑的是，在10月1号国庆这一天，在陕西西安附近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居然出现了人山人海的景象。陕西的一家媒体说，6国伐秦失败，大量散兵到达现场。10月1号国庆这一天，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门前人山人海，虽然下着雨，但是也阻止不了大家前来观看兵马俑的热情。秦始皇到死都想不到，2000多年之后，6国子民自愿掏钱来拜他。首先，6国伐秦这个说法本来就有问题啊，明明是秦国入侵吞并其他的国家，怎么变成6国伐秦了？这些国家是在联合起来对抗秦国的入侵，是在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后被侵略者变成了侵略者，这是在颠倒黑白。那么还有他提到一点很有意思，过了这么多年之后，6国就是被他们攻陷的这些国家，最后被他们奴役的，被秦国统治殖民的这些国家的后代的子孙，居然现在开始崇拜起秦始皇了。下边有一个热门的评论，他就说每个中国人都该拜一拜秦始皇，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书同文，那么我们可能会成为不同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车同轨、度量衡统一、搞郡县制，那历史上我们就像欧洲一样，遍地国王、领主、贵族，各行其事，民不知有国。然后说秦国之后，大一统的概念深入人心，历朝历代无数各种战乱起义，英雄豪杰此起彼伏，但他们的目的都是重塑山河，再造一统。但凡有人搞分裂、割据、称臣，当异族的儿皇帝，不是迅速败亡，就是遗臭万年。然后他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说祖宗浑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然后他又把秦始皇大一统跟今天的经济上的一些成就联系在一起，这个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就，说没有大一统的话，就不可能推行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什么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更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不可能搞成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等等等。可以没有孔夫子，不能没有秦始皇。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想法，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崇拜。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讲，把这个视野放宽，放到全世界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那么就会发现秦始皇作为一个专制独裁者，同时他是一个帝国殖民者。今天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去崇拜他，这不是自相矛盾、双重标准吗？秦始皇是手上沾满鲜血的侵略者，他吞并另外6个国家，完全师出无名，他就是想成就一方大业，开疆拓土，为了个人的私利，不顾千千万万人民的死活。不光是屠杀这些其他国家的民众，他甚至连本国人民他都根本就不在乎，完全当作韭菜和炮灰。我们都知道商鞅变法，为什么商鞅最后被车裂了？因为他的这种军国主义改造，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集中营，也变成了一个战争机器，人民的个人权利完全被剥夺，严刑峻法，导致这个社会失去了活力。但是人民失去权利换来的代价，就是所有人都被统一到这个大的体制当中，用这种专制的军国主义手段打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然后干嘛呢？去侵略别的国家，去摧毁其他国家的文明社会。这种行为跟后来的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希特勒搞的他的军国主义，还是日本搞的军国主义，都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说我们在反对纳粹、反对法西斯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反对秦始皇呢？秦始皇做的事情跟后来的纳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这个年代差得很远，但是秦始皇是最早去进行大规模屠杀、大规模土地兼并、大规模侵略的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者。这种独裁、这种专制被后世的人当作是一个
榜样，或者说他所建立的这套专制体制延续了1000多年。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说百代犹行秦政法，就是秦汉体制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今天，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是这样。所以说很多的弊病都是从这种专制大一统体制衍生出来的。如果你说在20世纪初，虽然那个时候已经进入近代文明了，但是流行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丛林社会，那你可能会觉得秦始皇做的就是对的啊。虽然他是劣币驱逐良币，但是你觉得这是非常符合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的。可是我们今天是现代人，进入了现代科技文明时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去觉得秦始皇那个做法是对的，我们今天应该还是存有那样的一个思想，那就实在是太落伍了。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在大一统之后干了什么，焚书坑儒，对吧？他不仅统一了什么度量衡啊、文字啊，他还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整个社会的体制。他等于把这个国家曾经出现的那种封建制给格式化了。格式化之后呢，这个社会就变得一潭死水，不像在秦始皇大一统之前的那种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这个人所谓的但凡有人分裂割据称臣啊，那么就会自取灭亡，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中国维持它的最大版图的时期在历史上只有81年，81年以外的所有时间几上千年都没有这么大的领土，就是跟这个最大的最广阔的这个时期相比。那如果我们不说最大的领土，就是说回到前朝的那个疆土，维持一个和平状态，在历史上只有950年。换句话说，从商周开始到今天3000多年时间当中，只有不到1000年是统一状态，分裂状态的时间远远超过统一状态。所以说分裂才是常态，统一是特例，这是事实。而有这种大一统思想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事实。那第二就是逻辑上也不通。他讲到说，后来这个改革开放之后所建立的这些工业体系啊，或者经济成就啊，跟秦始皇的大一统有关系，这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而且他居然好意思跟欧洲做比较。你既然说现在的扶贫啊，这个摆脱贫困，这个跟大一统是有关系的，那请问欧洲现在都是小穷国吗？还是说一个一个都是小富国？我们说这个富要看人民的富裕，不是看这个国家体制的强大 ，OK？ 因为国家是人民组成的，好吧？所以我们要看人民的富裕程度，要看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而恰恰只有像香港、台湾这种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很长时间的这个地方，他们的人均 GDP 才能跟欧美去相提并论。资本主义的萌芽不就是跟这些欧洲国家因为它的权力很分散，能够有相互制衡、有相互竞争所产生出的一个新的制度，或者是一种思想。当然资本主义本身还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啊，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它是分裂状态，它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了这样的一个分权体制，才会出现资本主义，才有了资本主义的土壤，才有了后来的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然后我们再看东亚大陆呢，说好听叫超稳定结构，说不好听就是上千年的治乱循环，不断往复，从来没有突破，最后还是要靠西方文明秩序的引入才打破这个僵局。当然这个僵局还没有完全彻底打破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一统体制跟当年的苏联一样解体之后，才能算是真正的突破。所以这又是用事实来打他们的脸。更不要说里约瑟难题当中，我们过去做节目也提到过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我公子阅读那个栏目，就是里约瑟难题，就是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难题其实早就有了答案，这个答案是非常复杂的，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解读。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这种大一统的专制体制所造成的结果。注意，我们讲的大一统不是领土大小的问题，它不是领土问题，它是一种体制问题，或者说它就是一种专制，就是用专制的体制和手段去控制广大的区域，去压迫奴役各地的人民，把不同地区的人民进行全面的同化，对吧？这叫做大一统。秦始皇是开启了这个大一统的进程，过去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在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当然这种马列是共产党解读下的马列，不一定是真的马列。而且呢，独尊儒术，这个儒术啊，也并不是儒家，也不是孔子，它是一种被扭曲的、被利用的一个工具。这个术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方式方法。换句话说，儒术的意思就是一种控制人民思想的方式方法。所以在一个新的科技文明时代，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新的头脑来看待过去的历史，特别是我们不能够再复制过去的错误。当然在那个时代可能不是错误，
因为一个农业社会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去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吧？那么这也是这个大一统的一些好处。这些好处虽然我认为这个弊远远大于利，但是它还是有利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了，现代科技文明时代，那说实话，各个国家之间完全可以相互的包容合作。说如果没有秦始皇，中国分裂，那就不可能出现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这是纯属扯淡。难道欧洲没有油气管道吗？俄罗斯原油怎么输入欧洲的？当然还有北美就不用提了。在全球化时代，连卫星都有无数国家可以共享 GPS， 对吧？甚至海底电缆也可以说围着地球转了好几圈了。即使中国分成很多国家，怎么就不能够西气东输了，对吧？其实就算今天像中国这种大一统体制，它仍然有富裕的地方跟穷困的地方，城市跟农村的差距，东南沿海跟内陆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大到已经超过很多国家之间的差距了。所以说一个国家是统一的还是分别独立和自治的，这已经跟你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它根本问题是这个国家是不是专制国家，人民是不是能享受自由跟权利，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说纠结大一统还是分裂没有必要。支持大一统的人，他们不停地强调我们这国家多强大，我们是世界第一大这个工业国，怎么样，表面看起来很漂亮的数据，根本问题是个人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在中国这样大一统的体制下是明显不可能的，反而是那些拥有相对自治和独立状态的地区，比如说香港或者台湾，这才是其他中国地区应该学习的榜样。而能够有过去这么大成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并不是被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所管制。当然香港的故事现在已经被改写了， That's another story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除了国庆拜祭秦始皇以外，还有另外就是在国庆档的很多电影上映了，其中一部电影是陈凯歌导演的《志愿军雄兵出击》。这部片子据说到目前为止上映1周已经收入3亿票房，现在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回本据说拍摄成本就高达6亿，就跟那个秦始皇那个一样。这部片子同样在传输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或者说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就是所谓的抗美援朝这件事情本身如何定位。那么共产党当然要吹嘘他过去的历史功绩这是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他拯救了朝鲜你不能说打败了美国，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拯救韩国拯救这个南韩，最后成功了，对吧？那你拯救北韩也成功了，但是问题在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美国捍卫了自由阵营，保护了南韩几千万人的生命和他们世世代代的幸福生活。但是中国的解放军呢？当然那个叫志愿军他还不承认自己是解放军，不承认自己是正规军，但实际上就是正规军。他们呢？他们是保护了北韩政权，让北韩的几千万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专制的独裁统治之下，世世代代做奴隶做韭菜。抗美援朝这事情有什么好吹的吗？虽然现在又重新去拍电影去讲出来当时的这种爱国情怀呀，什么唇亡齿寒保家卫国呀，这些说法都是共产党给自己脸上贴金，他要合理化正义化之前的这段不堪的历史。所以说他是用这种方式去教育人民的，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宣传教育。我想很多中国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像陈凯歌这样的大导演拥有美国绿卡，获得过戛纳最佳导演的这样的走南闯北的人，居然他不知道。当然也可能他知道，但是为了赚钱，他可以昧着良心去拍这样的电影，去替共产党继续的洗脑奴役人民。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耻的。陈凯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他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电影再现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向志愿军战士和抗美援朝精神致敬，也希望观众可以通过影片进一步了解志愿军将士的浴血奋战，更加深刻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种说法是非常官方的说法，也是非常错误的说法。你怎么就把抗美援朝这件事情和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幸福生活联系在一起了？我就不明白这逻辑链条在什么地方。这又是共产党的一个虚假的宣传。抗美援朝是保护了北韩这个专制政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抗美援朝是正式的投靠苏联，是给苏联交的投名状。因为那时候刚建国嘛，1951年，他需要苏联的全力援助，因为他刚建国，不能够被整个全世界孤立，他必须要倒向苏联。所以说苏联让他出兵去当这个人肉盾牌去对抗美国的时候，他必须需要这么做。因为当时是处于美苏两强争霸的时期，中国是苏联培植出来的一个小弟，那当然要替大哥去对抗美国。所以说这些志愿军们，他们实际上最后都变成了苏联的炮灰，跟保家卫国的说法一点不沾边。但是为了合理化他的这种说法，
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要侵略中国的敌人，所以我们才去出兵朝鲜，保家卫国。OK，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任何准备、任何计划要侵略中国，因为侵略中国的话，导致的是跟苏联直接对抗，那就变成了美苏之间的核战争。美苏刚刚打赢第2次世界大战，没有人想去再次投入战争。但实际上，就是朝鲜金日成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稳定和自己的独裁统治，他贸然的去这么做。当然，背后有苏联的默认，因为苏联没有想到美国会出兵，这是历史事实。因为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文献都已经公开了。中国虽然藏着掖着，很多东西看不到，都是他一家之言，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档案都已经解密了。美国档案现在也都很多公开了，而且美国出兵也不是美国自己出兵，是根据联合国决议派出的联合国军，所以这件事情早就有定论。不管中国怎么去蒙蔽自己的人民，事实就是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但是今天中国还在拍什么长津湖，拍什么志愿军，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子里，创造出这么一个楚门的世界，让所有中国人都沉浸在当中，蒙蔽大家，给大家灌输这种错误的价值观，甚至错误的历史事实。为了什么？为了现在的政权服务，为了把中国人都变成韭菜跟炮灰。你们必须要像志愿军一样学习，要去学习他们为国献身的精神。那下一次共产党要实现所谓的民族统一大业要进行所谓的解放战争的时候，那你们是不是得上前线呢？对吧？受到长津湖的精神的感召，对吧？看了志愿军这样的电影，崇拜战士，爱党爱国，那是不是你们也可以为这个国家、为共产党去牺牲奉献呢？对吧？他不就是这个目的吗？所以才拍这个电影，才进行宣传吗？这些党媒、官媒，包括新华社，不惜余力的去宣传这些电影，这些所谓的主旋律电影，不就是为了这个政治目的吗？而这当中配合共产党去给人们洗脑的，不管是吴京这样的战狼，还是陈凯歌这样的导演，他们在当中就是为了赚个盆满钵满。你觉得真的开战了，他们不仅不会参与战争，甚至都可能不会在中国待着，直接跑到美国去了。只有那些相信了他们的炮灰们，才会冲到前线，去为共产党的当权者效犬马之力。所以说，不同的国家都有军队，都有士兵，但是相差甚远。有的国家拥有军队士兵，是真的为了保家卫国，是为了抗击侵略者，是保护自己现在所享有的国家主权，因为这个国家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当然，这个保家卫国是成立的。可是对于那些专制独裁国家来讲，你保的不是这个国家，更不是人民，你保的是已经绑架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掌权者而已。而这些掌权者跟他富得流油的家族是不会对这些韭菜跟奴隶有感激之情的。人民只是当权者坐上龙椅，走上权力巅峰的垫脚石而已。所以说，中国是一个罗刹国，以丑为美，颠倒黑白，很多的价值观都是错乱的，不仅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但是很可惜，中国人从小没有培养出这样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就无从得知他们是被蒙蔽、被洗脑的对象。活在酱缸里的大多数人，不仅不会觉得自己身上脏，反而还享受在酱缸里的生活，反而还享受不需要独立思考，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在心理学上就可以说得通。弗洛姆的逃离自由就是对这种意识和行为的心理学解读。未来我们有机会可以讲到这本书，在公子阅读的栏目里边，我可以暂时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长大，仍然是巨婴社会，需要一个家长制的政府管他们。当自己都没有真正的站起来、独立起来的时候，当然他们看不惯，也不会理解那些小的共同体茁壮成长、自由独立。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们经常做节目讲到中国议题，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的稀奇古怪的离奇事件，但这些事件本身都只是一些现象，它埋藏在背后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的一个精神面貌，还有就是今天共产党的专制体制的问题。所以说我做节目除了讲这些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以外，还要挖掘它背后的这个所反映出的本质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事件之后，讲自己个人分析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很多的质疑因为很多的看法是充满争议性的。讲事情没有问题，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不会产生矛盾，很多人都支持，对吧？都想听到底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但是当我去评价的时候，给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分裂，那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观众流失掉有些人觉得不同意我的看法，不同意我的评价，那这样的人就适合去看新闻，但不要看评论和分析。
果你接受不了的话，或者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的话，那就只能去看新闻好了。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评论节目，不只是播放新闻，所以说我该说的话一定会说出来。我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呈现事实，这才是我们节目的特色。毕竟讲事情谁都会，大家上网一搜都能够查到，但如何去分析，那就需要功力，需要自己独到的见解了。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也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就是加入会员，可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